告诉我多少钱吧。8、9千，衣服多少钱呀？也就5、6千呗。除了这个，他还给你花钱吗？就是他的信用卡、副卡都是我在用。啊，一个月刷多少钱呀？我没算过。一个月还多少信用？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吧，一个月也就1万多2万钱。那现在刷多少？现在自己说吧。也就4、5万吧。这个要是我也不愿意分手啊，姑娘。不是呀，我又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。行吧。你做什么公司啊？就是他不是开影视公司的吗？然后我不是做平面吗？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懂一些，而且当时他也是支持我的，前期工作都是他在做，然后基本上都筹备好了，我就是一老板。如果有公司说，哎，你这儿介绍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分下面的人去干。换而言之，就是你跟他交往之后，你还给了他一家公司呗？是。我给他公司的当时的时候，您知道什么样的吗？我说你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，你不知道。可是当时你是支持我的，你不知道一个的。如果你不经纪公司的一个规则或者一个模式，谁刚开始干等等配备的条件呀？刚开始开公司赔钱很正常嘛。公司从一开始磨了我半个月，我说行，我说你试着去做一下吧。紧接着我把我最老的公司的一批的中流砥柱1/3分给他，然后招募了一些新的员工。紧接着没有半个月的之后，有一个朋友啊，我介绍给他的业务给我打电话，哎，我约了一下女朋友那个公司，我让他4点半就把那个演员资料等发过来，因为我明天是直接就拍，很赶。然后我很着急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他电话关机了。没电了吗？不是关机。行吧。您猜他去哪儿了？跟夜场玩去了。3里屯给逮着。那我也不是就会花他钱，就会耍脾气。我其实对他也挺好的，就他那会儿生病，我这人特爱睡觉。以前如果没片拍，我就睡15个小时。那会儿他生病那么早，我那么爱睡觉，然后我还去给他送饭去，我对他也挺好的。啊，没了。有啊，还有很多呀，我不能一一的都说出来吧。那你觉得他现在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？我就莫名其妙呀，好好的还送我回家呢，前天晚上，第2天打电话就打死不接，就是不接。我说怎么着，说句话呀，人也找不见，就是不接。能接吗？前天下午刚还完信用卡，多少钱？5万多块钱，不到2礼拜。就是我挣的赶不上花的。好，那你直接跟他说嘛，你说你钱花的太多了嘛。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了，不是1遍2遍。克制点，我挣钱不容易，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。咱们公司明年就要扩大经营，需要很大的资金链。作为一个公司，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资金链，肯定是运作不下去的。我还跟他说，咱们将要借多少钱，来去把公司扩大。他说我知道，那不是明年的事儿吗？跟今年有啥关系？我说你过完今年不过明年了。他说咱俩去看2012吧。我说你有病吧？他说我有药。你说气不气人？我哭的心都有。第二个问题其实又浮现出来了吗？就是花钱花的太猛了，对吧？他不理解我他真的不理解我。我那是自小离异的一个人，我父母呢，在我8岁的时候离异了。我跟那一个奶奶10岁的时候，我呢就开始卖报纸为生了。然后呢，我成熟的也比较早，经历的也比较多。您也许会怀疑我20多岁会有一些事业，什么，因为我经历太多了。我干过保险，做过汽车售后，等等。我跟他讲过，我说我是穷怕了来的北京，一个朋友一个亲人都没有，2眼摸黑，下了北京站。2006年7月15号3点45分，铭记的这一刻，下的北京东站。4点多看的升国旗，我立志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一片天。我跟他讲过，我说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？我挣钱真的不容易，跟我生活的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家庭。我有我的前妻，我有我的孩子，我有我下边所有的员工100多人跟着我生活，跟着我吃饭。我倒了，他都得倒。你以为找个工作容易吗？上辈子我欠你的呀。
可是这习惯也是你养成的呀。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真的扛不住了，我真的心力交瘁。理解吗？刚才那段话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说我天天就知道花你的钱。我之前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自己养活我自己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我也能买得起一个名牌包。你们过往我不深究，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姑娘，现在他已经说了他创业非常不容易，但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花钱不要花得那么冲了？可以啊。够点呛我看看。你都没给我机会，你就说我做不到。他根本就没有理解到我内心当中的感受。我呢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人，现在呢，我呢又跟老婆离婚了，前妻。偶尔会想想孩子，我想去看看孩子。他不让你看。就我一去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，因为有一回我告诉他，跟我吵了3天，打电话不接，告诉你还想着你前妻是不是？我说我跟他已经完事儿了，离婚了，你干啥呀？他告诉我告诉你，因为有孩子牵扯，你跟你前妻这一辈子都完事儿不了。我以后再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。我把我给我儿子买的小孩衣服藏到我公司办公桌底下。有一天他去我办公室了，我说让他待一会儿，我那儿开个会。紧接着看小孩衣服，大发雷霆，扭头就走。那他是藏起来，你放在明桌上，你放在桌子上，没准我就不发脾气了。我特别好奇啊，如果他一定分手，你分还是不分？不分，除非他不在乎我，不喜欢我，那我不会死缠烂打。如果说他不在乎，那你来干嘛？是我求你了。如果你铁了心就要分手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不想跟你好了，就想跟你说拜拜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他铁了心你就走吗，姑娘？不是你这人怎么就不记得咱们俩好的时候了？来，回答我的问题。人家现在就铁了心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分。来吧，丘比特问卷。哼，马丁老师，你条件这么好，跟小王分了吧？马宁老师给你介绍一个。你的男朋友撺掇着别人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觉得这还有意思吗？可是他以前对我不这样啊。他现在就这样了呀。我相信你是有爱情的，有感情在里面，但是这个感情已经耗尽了。不管你是怎么耗尽的他，你已经把他耗尽了。之前就好好的，一直没耗尽，突然一下就耗尽了吗？那我想问这个小姑娘、小美女，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跟他谈恋爱吗？不知道，我爸妈在国外。那如果有一天你爸爸妈妈知道他还有个2岁的儿子，你们会有结果吗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感觉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有些东西啊，他不明白。可是你们就老说钱，那好像我就是因为钱和他在一起似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开销，我跟你说，让下边所有人都很惊讶呀。可是我以前也是每个月2、3万。还有你跟他才认识这么2天，我就不懂，你这个卡就交给他了，是你俩交朋友的条件吗？交卡这个开头吧很简单，他告诉我他朋友有事儿，有急用，说家里面有病人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当时开会特别忙，他打电话也催得很急，就在会议室门口。那我直接就把副卡给他了。我也没想那么多，但是呢，我又不好意思再要回来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要回来呀？我真，您能要吗？我说你一句话，你别不爱听啊。您说。你那土大款都这样。我这臭面子，这有什么面子的啊？你为什么不还人卡呀？这可跟钱有关系了。那我就说，是他说你把卡给我吧。人现在问你要卡了，去台底下拿卡还给他，叭拽他脸上，谁要你臭钱呀？他又不是就这一张在我这儿。那就把那些都拿来拽他脸上，叭拽了。我不是为了图你的钱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只要他说出我哪儿不对，我哪儿做的不好，我承认了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，别提钱这个事儿，钱，烦不烦了？我说的你的不对的地方还少吗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听不说了见。听柏林老师接着说。我看他俩这样，这一出啊，肯定平时这架也少吵不了。你有个婚姻经历的人了，应该算成熟了，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。那你当时认识他的时候，在飞机上一见钟情，还是看他好看我漂亮？不是一见钟情，是通过了解以后啊，人很善于伪装。以前真的挺好的，挺好一小姑娘，现在都是一个攀比心。
别人买个包，你就要买个包；别人买个夹子，你就要买个夹子；别人买双袜子好看，你恨不得大半夜开上车你买去，不买就睡不着觉，是吗，难受姑娘？是不是？猫抓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我又不有这样的事儿神经病发生，是吧？那好看就买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这个场面啊，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《暮光之城》，一个是狼人，一个是吸血鬼，啊，那个狼人的血快被那个吸血鬼吸干了，那吸血鬼还咬着呢，哈，我还要继续吸。那狼人说：“我真不行了。”哎，你别不高兴，我很少这么说姑娘啊，我相信你对她是有一些感情，但是你对于金钱花销这个欲望大过于感情。你同意我这句话吗？我没拿秤量过，也量不了，我不知道。 OK， 很简单一个问题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卡全部停掉。你还跟他继续谈恋爱吗？能呀，我又不是没手没脚，自己没工作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迅速说出这句话？他吃定他，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知道这个男人不会停卡，知道这个男人他不会拿回来，知道这个男人只要发发嗲，他继续会给钱。所有的一切很明白了，你用花钱的方式追美女。你要去追这样的漂亮的姑娘，而且是用给她不断花钱的这个方式，你可不就是找来这样的人吗？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。当你用花钱的方式花给他8、9千买一个包的时候，你吸引来那个人必然是这样。我跟您说，老师，您说的完全不对。如果您妻子跟您要求去买一个东西的情况下，那您怎么说？这个问话很好。难道丈夫有这样的条件，看着妻子看着橱窗里的东西你不给她买吗？那是一种伤心的感觉。但问题是你是过来人啊，你的前妻已经是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对她这样？我对她不是像对待我前妻那样，就是因为我对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了。不，我跟她之间跟我前妻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卡之所以被一一取走的原因，是有很多的借口，而不是我自己给的。我前妻呢是我必须要给的，所有财产需要放在我前妻那儿，而她不是。哦，那为什么还把卡都给他呢？不是给他，我没说吗？诸如类似很多的原因。你给我呗，我也问你要，你给我呗。行啊，你这么好，你给我呗。那没有，你没钱，你得还钱。是啊，那我为什么要还？他就可以不还呢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别在这儿瞎白活。其实很多种情况下确实是这样，惯性，有求必应，总有一天会变成理所当然。百般的纵容，总有一天会变成本该如此。什么人进什么门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，这是肯定的。